婆婆非常迷信，小到吃喝都讲究，大到生孩子挑时辰。我羊水破了，她却逼我屈膝，阻止我分娩，说时辰没到不能生。最后孩子窒息死了，我也只剩半条命。她却反咬一口，愿我克死她孙子，把我从18楼推下去。再睁眼，我回到婆婆要求我生孩子那天，欣欣，再不要孩子，好看的宝宝都不往你这头胎了。婆婆陈桂芳的声音惊得我出了一身冷汗。别吃草莓，怀了倒霉宝宝你就后悔。握着草莓的手一空，我回过神，看了眼平坦的小腹，我意识到自己重生了，重生到婆婆要求我要孩子那天。前世婆婆要我2天后再生，说及时来的宝宝是真龙天子。可我那时候羊水已经破了超过24小时，宫口撕裂，痛得我失声痛哭。我求她送我去医院，她不听，反而逼我屈膝坐着，把我绑在椅子上，阻止我分娩。最后宝宝没了，我也只剩半条命。婆婆却反咬一口，愿我克死她的孙子，要我下地狱，把我从18楼推了下去。顺理成章地继承了我妈留给我的保险金，绝户吃的一点不拖泥带水，手心被塞了个皱巴巴的苹果，把我思绪拉回，吃苹果吧，顺利怀上，平安出生。她又抬手把桌上吃剩的肥猪肉倒在我碗里，透明又油腻。亲家母托梦给我，猪肉多吃，保你生男娃娃。她知道我妈是我的软肋，前世也总爱拿我妈托梦来逼我就范，每次我表现一丝反抗，她就说我铁石心肠，辜负死去的妈妈。那副梨花带雨的嘴脸，一度让我缺心眼的以为她真心待我。想起死前她定格在我脑海那张狰狞狠厉的脸，我真想立马撕了她的嘴。我挥开她的手，咬了口草莓。巧了，我妈也托梦给我，让我多吃草莓，土气杨梅。她托梦给你，是让你多吃猪肉，多积福禄。我把碗一推，你别辜负我妈一片苦心。婆婆愣怔，忙跑进厨房，拉着刘俊的衣袖，委屈告状：你老婆不生孩子你不管呀？年纪大生不出难保的。刘俊见我丢下碗筷走回房，才开口，但他的话还是溜进我耳朵：妈，你放心，我保准让他生到你满意为止。刘俊给我递来了杯温开水，欣欣，你别听我妈的，你不想生咱就不生。和刘俊交往3年，他对我无微不至，甚至我妈病逝前都很放心的把我托付给他。如果不是死过一次，我还会信他说假装顺着婆婆向着我，其实他是假装向着我，实际和婆婆蛇鼠一窝。前世在我痛得撕心裂肺的哭喊时，他是第一个站出来，他扇了我一巴掌，恶狠狠地说：你他妈哭丧吗？生孩子要死要活，老子财运都被你哭走了。如今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不过是想让我放低警惕，转头在套套上戳满洞，让我怀孕，更好的控制我。我看了眼温水，没有接，谁知道里面有没有加料。他见我不出声，又讨好的试探，咱妈的保险金要到账了吧？我轻笑说：快了，今晚我累了，辛苦你去沙发凑合一晚喽。刘俊以为我和平日般耍小脾气，装得无奈的答应，嘴角却压抑不住的上扬，以为他觊觎的钱要到手了呢。想都别想，刘俊半夜外出加班，彻夜未归，我锁好房门，却在后半夜被哭喊声吵醒。婆婆蓬头盖脸，脸上布满不知道是泪水还是故意抹上去的清水，手电筒自下而上的照出一副诡异的面容。正常人在黑暗中看到这模样，加上他哭天喊地的凄凉，估计都被吓破胆。可我不算正常人，前世都看过他这出大龙凤了，现在一点都不害怕，反倒有点玩味看着他闹。欣欣啊，我见到你俊俊罢了，他在底下过得很不好呀。他说你很有钱，要分点给他，你转交给我，我帮你安排就行。另外他还说我得了大病，让我赶紧去大医院检查。婆婆一副失控疯癫的模样，抱着我喊：哎呦，看病做法事都要钱，我哪有钱呀？我忽略他说的钱，问你哪不舒服吗？我哪都不舒服，看到你公公这样我更难受。相同的对白，前世我心善，以为他单纯挂念公公，听他的话往地府烧别墅、烧豪车，还烧仆人。结果婆婆隔天就说公公怪他，仆人还未成年，整天顾着玩，他得到处找。别墅太大没人打理，还得他自己收拾。豪车他不会开，还碍着他养牛马的农场，反正哪都不满意。最后说找个大仙，把公公请上来，把诉求一次性说清楚。婆婆请的大仙估计得真是神仙下凡，开口就要20万，说20万保证公公在地府过得比在天堂舒服。我又不是傻的，当然没同意。婆婆和刘俊就瞒着我，把我妈留给我的嫁妆全拿去当铺换钱。这事是在我快生了才被发现。我打开灯，转身对婆婆说：妈，我们请的大仙把公公请上来，看看他需要什么，我好去帮你打点。我在婆婆一瞬而过的惊诧下，又接着说：不舒服，好说明天带你看医生。她古怪地看了我一眼，看不出痕迹，硬着头皮的应下。前世听到她说不舒服，我和刘俊都急眼了。第二天我们高薪雇了陪诊人，陪她跑了5家3甲医院，什么都检查不出来，健康的不得了。她回头还哭诉：你公公说的对，我得的肯定是罕见病，所以医院都检查不出来。实际上她第1天就只走陪诊人，那些诊断单和检查报告全都是假的，但单据上的金额却是实实在在的花了我的钱。我和刘俊结婚前就有张亲情联名卡，婚后我很信任他，把工资还是存进去。可刘俊早就有自己的小金库，到最后我被他们两母子骗的钱没了，命也没了。这么想给大仙送钱，又这么想得病，这次我肯定成全你。收到亲情卡18万块到账短信时，我刚陪婆婆开好整沓检查单，欣欣刷你的医保卡就好。婆婆说的特别自然的让我付款，我点点头，随后刷了刘俊的医保卡。到家我上个厕所的空隙，就听到婆婆和刘俊打电话：沉住气啊儿子，他说亲情卡里现在存的有18万，你得先补齐进去，现在不能打草惊蛇，如果让他知道你转移财产，他也转移他那短命妈留的保险金怎么办？
那肯定不止18万，别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我不过是提了句，保险金拿到后就存进亲情卡里，现在的18万以后能变成180万，实际上现在就剩下刘俊没转移走的几百块，属于我的钱早已被我转走了。婆婆格局真大，为了稳住我，多舍得投资。她一句话比我和刘俊说10句都管用，打进去了是吧？那就好，你别担心，我和大仙说好了，明天你配合答应大仙所有要求就好，拿着他儿子的钱，请他地府的老公上来喝茶，合情合理。我无比赞同，无脑答应大仙请上来的公公，所有要求就对了。这大仙和我前世的记忆一样，长得没头鼠脑，就差把神棍2字写在额头上了。大仙做起法术来可专业了，翻白眼、摇铃铛、撒米粒，被他按着的桌面都适时抖了抖，加上昏暗的室内，伴着一声芳芳，我婆婆陈桂芳哇的就哭了。芳芳怎么才来呀？你在阳间吃香喝辣，我在地府抬不起头做鬼呀。婆婆眼底愕然片刻，很快又继续投入哭戏中。老公，你有什么需要的，和我们儿媳妇说，她很孝顺，一定满足你。大仙持续翻着白眼，隔壁老陈娶媳妇，别人摆了200桌席，和我一样为爱死的老吴，别人娶媳妇都送房送车，香火旺的都飘来我这破茅房里了。他们都说我没本事，没护着你们阳间富贵发财，俊娶老婆都不能体体面面的，我在地府天天被人瞧不起，我可看得一清二楚。你和刘俊可有钱了，你还趁刘俊婚前买了套房，怎么连酒席彩礼都舍不得花呀？造孽呀！婆婆嗖的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脸色像极了猪肝红。她指着大仙气急败坏：你神经病吧？你这个臭神棍！我们可说好的呀，你撞邪了吧？当初我妈病在旦夕，刘俊日夜和我轮换照顾我妈，连隔壁床的阿姨都以为刘俊是女婿。刘俊借着讨个名分，要求和我领证，孤立无援的我觉得真心胜过一切物质，头脑一热就答应了。而刘俊说好的补酒席补彩礼，屁都没个回应。这么想，我那死去的公公真的明事理多了。妈，好歹大仙是你排了1个月的队才见到面的，我们听下去看公公要什么。我闲散地拍拍婆婆的肩，刘俊的脸色就可难看了，他肯定很矛盾，毕竟刘俊也迷信。何况他知道大仙说的是事实，而买房的事实本该只有他和婆婆知道。在大仙身上的公公在开口还带着点语重心长：芳芳，刘家丢不起这个脸，20万彩礼和1套婚房肯定不能少，你补齐后就打鞭炮，烧3天3夜的香火，否则别怪我不告诫你，你那身体真会出毛病的。我还不想你这么快到地府和我团聚。婆婆哪能听得下去，啪的把香火扑灭，赶走公公退钱。你这个骗子！她气得尖叫了破音了，骗钱的东西，你不怕天打雷劈呀？大仙收了我的钱，表现得非常有职业操守，开玩笑，婆婆不过是给他500定金，承诺事成后分他1成，我可是刷了亲情卡1万块作为定金，承诺事成后分他5成呢。大仙双手合十，气定神凝，你对我出言不逊没关系，你把神仙的香都灭了，他会遭报应，劝你最近出门小心，保重身体。自那天起，婆婆就装得病恹恹了，头晕咳嗽，连个杯子都拿不稳，嘴巴却变得刁钻，只吃鱼翅燕窝鲍鱼，几千上万的补品不眨眼就货到付款到我公司，我刷着亲情卡照单全收，她就想借此顺水推舟捞钱罢了。果然到第5天，婆婆问我医院检查报告出来没，她好像并不在意结果，哀愁道：没查出来问题就是大问题，你上班忙不用陪我了，给我钱，我自己去看病就行。当天下午，我让刘俊请了假回家，递给婆婆检查报告。刘俊先吓哭了：妈，你是不是要死了呀？你别死啊！婆婆看到报告上肺部肿块几个字后，血色退得一干二净，她眼神没了焦虑。我没觉得不舒服啊，我勾着唇说，我看你最近咳嗽的可厉害了。刘俊慌张地说，妈，那个大仙很灵啊，连我们婚前买房都说中了，是不是真因为我们得罪他才惩罚你啊？不然我们去求求他，花点钱，说不定你就没事了。婆婆哭得可懊悔了，没意识到刘俊说漏嘴了。他们决定再去找大仙，就他想着生病不看医生，要去看神仙的智商，还不忘惦记我的钱。欣欣，后续无论是治疗还是求神仙，都要花不少钱，你可要帮我兜着呀。你也知道，我一直把你当闺女对待，我的以后都是你的。老台词，前世我听到耳朵都长茧了。我好笑地问他，以后啊，那得等你死了之后吧？能不能等你死了，我再孝敬你呢，妈？刘俊面色铁青，你敢诅咒我妈？是我平时太惯着你了吧？立刻给我妈道歉。我冷笑问他，刘俊，你当初没钱娶我，却有钱买房，我还没见过那房子呢，你不问问你创业的钱是谁给你的？刘俊见事情败露也不演了，是你妈给我的，又不是你给我的，你得意什么？许昕，你是没父没母的孤儿了，靠着我和我妈，你还能过上好日子？听话点！我举起的手还来不及甩她脸上，就听到啪哧一声，婆婆在刘俊脸上留了5个手指印，哭着捶他胸口。你这个蠢货，亲家母给欣欣留了金山银矿，你怎么能说是孤儿，还不跟欣欣道歉？这戏演得真解气呀！不知道婆婆哪天得知她觊觎的钱永远都不可能得到的时，会不会后悔这场狗咬狗的戏码？现在还得给这条护着我的狗一点甜头希望。于是我说，我妈的保险金下周就能到账。再次见到大仙，对方干脆地说10万，只要10万的香火钱，保证神仙原谅你。但地府的公公满不满意说不好，为表虔诚，大仙建议先送套房，看看病有没有好转，再考虑补齐20万彩礼。婆婆挺犹豫的，我刷着亲情卡给她又送了盒血燕，还和她说我的以后也是她的，但我没说，我这是肯定死在她之后了。果然这句话奏效，她干脆的赚了10万给大仙，还备注了自愿赠与，又劝着刘俊把婚前购买的那套房子加了我名字。我和大仙眼神隔空击了个掌。法事办完那天，房子也完成加名了。婆婆复检是刘俊陪着去的，像前世一样走了5家3甲医院。不一样的是，这次她真金白银的做检查。我刚下班回家，就看到守在门口的婆婆，她刻薄的嘴脸毫不掩饰，看到我马上指着我鼻子骂：你这没教养的婊子，拿假报告骗我！
还骗我钱，骗我儿子的房，你这恶毒的女人，看我不把你的嘴巴撕烂！我就站在门口，看着屋内新安装的监控，无辜摇头，什么意思呢？不会中邪了吧？脏话说得这么溜。刘俊阴沉着脸不出声，薅起我的头发，狠狠甩了我一巴掌。我避之不及，脸颊传来火辣辣的疼。你赶紧把你妈的保险金拿出来，不然我打死你！他见我不出声，正准备打第二巴掌，民警冲上去制服了他。我在下午收到刘俊给我发的报告时，就意识到我 P 的假报告暴露了，回家路上就报了警，以防万一那对母子拿我去献祭。我看着被按在地上的刘俊，声色泪下的指控：警官，他家暴打我！刘俊大怒，还试图挣脱警官的束缚，起身打我。你这个贱货，还敢报警？你们别拦着我，我要把他打死！法治社会还要当着民警面前使用暴力，真的太蠢了！警察厉声呵斥：老实点，别动！刘俊被带上警车，我也一起过去做笔录。婆婆提着小桶姗姗来迟，站在警局门口，桶里装着水和柚子叶。哎呀，警官行行好，我儿子是大学生，不能进警局超过半刻时辰，要倒大霉的。你能不能让他先出来，我帮他浇点柚子水，去晦气再去问话呀？几个靠近门口的民警像看神经病一样看着他，他不在意他儿子犯的事，反倒担心起风水，又蠢又坏。一位女民警忍不住劝他：阿姨，科学时代，拒绝封建迷信。警局里，刘俊一开始觉得自己没有错，夫妻间小打小闹很正常，别人都这么过来，就他矫情。况且你们应该查他，他骗了我妈钱，还骗了我的房。警官看着我们的结婚证，好心向他科普：你们是合法夫妻，共同财产属于家长里短的事，不归我们管。况且他能提供你打人的视频证据，你说他诈骗，有证据吗？刘俊恶狠狠地盯着我，却一言不发。他当然没证据，我算哪门子诈骗？从头到尾都是他怂恿自己妈去送钱。民警不想浪费时间，直接问我要不要谅解。我说不谅解。刘俊被铐上手铐那刻才急起来，开始认错，扑通跪了下来，求我，欣欣，我可能鬼上身了，刚刚不是我打你，你给我出谅解书吧。不光是我，民警都被他这番操作秀得目瞪口呆。我猜刘俊不愿意被拘留很大原因是要回去加班吧。于是我顺水推舟应道：好啊，你同意离婚，我就出谅解书。刘俊落起袖子，隔着桌子探身想打我，想分我的房子，门都没有。我摊摊手，行吧，反正我不急。民警在刘俊的嘶吼中把他转送拘留所。婆婆直接盘腿坐在门口，看着马上要念经的阵仗。我本想无视他，谁料他整桶水往自己头上浇，又把空桶往我怀里塞，伴着一声哎呀，大哭着倒在地上。救命！这个恶毒的女人，克我儿子坐牢，还当街打老人，反了天了，真把我看笑了。我蹲下身，折纸蓝底白字的公安说：你是真眼上瘾啊！到处都是摄像头，栽赃嫁祸都不懂找场景，好蠢哦！婆婆被拆穿，气坏了。许昕，你这个骚浪贱，被我儿子睡烂的二手货，还想离婚？我看你是找好下家了吧？婚内出轨是要净身出户的，你等着！他这般眼神和前世推我下楼时绝无二致。前世我恐惧极了，现在我爽了，还隐隐期待。我可没你儿子那么龌龊。我从家里搬去酒店，刷着亲情卡，开了间总统套房，发了短信给刘俊，让他同意离婚再找我。我计算着他横竖不超过3天就会联系我，果真拘留了3天出来，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许昕，我只给你一次机会，隔着电话线都听得出刘俊恨得咬牙切齿。你如果答应给我分你妈的100万保险金，再净身出户，我就利索的离婚。等了3天，我以为刘俊脑子能好使点，到现在我都搞不懂他拿什么作为筹码，开口就威胁我。我冷笑，刘俊，搞不清状况的是你，我妈的保险金指定受益人是我，从头到尾和你没有半毛钱关系。既然你提出要求，我就先拒绝你。顺带给你个建议，财产平分，好聚好散，否则你等着净身出户，我也只给你一次机会。刘俊毫不心虚地嗤笑道：你就一个上了都下不出蛋的贱货，还想分我房子？你公司挺大的吧？如果大家知道你不给老公碰，会不会一传十，十传百，就变成你红杏出墙？到时候别工作都丢了，哭着求我别离婚，我气得声音都发抖。你想造谣？婆婆的声音从电话传来，什么造谣不造谣，大家都相信的事就是事实。我没出声，电话那头却以为我挂断电话了。刘俊和婆婆的对话在继续，我听到刘俊说：妈，还是你聪明，许昕最好面子，这工作她肯定丢不起，肯定会妥协。婆婆冷哼：你真没用，早让她怀孕就没这么多事情，女人有了孩子就相当于断手断脚了，让她吃屎，为了孩子她都得吃。刘俊说：妈，没事，我新女友可有钱了，我努力点让她怀上我的种，到时候许昕那点钱我都要看不上了，我就是吞不下她害我拘留3天的这口气。婆婆恨铁不成钢，说你傻，蚊子腿都是肉，哪有到嘴的肉不吃？电话被挂断了。我看了眼，通话时长18分钟，真感谢婆婆这种迷信的讲究，买水果只买8个18个就算了，连打个电话通话记录都要掐着8分，18分才挂，这瓜真让我硬吃。还好录音都保存好了。第2天回到公司，同事们看我的眼神都很古怪，我心头一紧。助理给我递来文件时欲言又止，我主动发信息问他，他给我发了个彩信截图，图片上是我和老板吃饭时我递他纸巾的合照，这个角度看上去像是我给对方擦嘴，很亲密。短信内容：我刘俊实名举报许昕婚内出轨，引诱公司老板，前世看不通的问题。到这里我都看明白了。那时候我刚检查出来怀孕3个月，医生说孕初期流血要多加注意，容易流产。我请了3天假，却被公司莫名其妙的辞退了，硬塞了我几万块的补偿金，像赶瘟神般打发我。婆婆推波助澜，让我在家好好养胎，我不死心，还打电话给老板，
结果他回了我一条短信，我老婆误会大了，你可把我害惨了，然后把我拉黑了。我当时一头雾水，甚至以为他发错人了，来不及探究就头晕目眩住院了。现在串起来，大概是老公和婆婆借着由头造谣我和老板有一腿。老板是个出名的老婆奴，碍于老板娘宁可杀错不可放过的原则，把罪名强加我身上，把我开了，想故技重施，断我经济来源，进一步控制我。如意算盘打错了。这次我迎着所有人异样的目光走进老板办公室，老板摊在桌上的手机，我看到了同样的短信。他眉头紧锁，你来的正好，你老公搞错了吧？那天我留了个心眼，和他吃饭的时候把老板娘也约上了。这照片不过是老板娘上洗手间的间隙偷拍的。我笑笑说，抱歉老板，让您看笑话了。我和他正准备离婚，他造谣我们，我建议报警。老板诧异地看了我一眼，说不要影响工作就行。这个老板的第一属性是老婆奴，剩下的和资本家一样，谁能给他赚钱谁就是他最好的员工。前世我被迫辞退，跟进了半年的项目，成功拱手让人。这次我还想着升职加薪呢。走出老板办公室时，一个穿着性感艳丽的美女和我擦肩而过，我惊诧地顿住脚步。哎，这不是我老公的女朋友吗？刚刚办公室的门我故意开着，同事们都听到我和老板的对话了。小助理还一脸怜悯地安慰我说，渣男真下头。我心不在焉地转移话题，问进去老板办公室的是谁，这可激起小助理八卦的倾诉欲。她是老板娘的后妈，老板的丈母娘。什么？我没控制住提高了声音。这美女看着比老板娘还年轻，小助理同我一样，眼睛瞪得大大的，脑袋如捣蒜，压低声音，没错，她比老板还小1岁，和老板娘相对姐妹花，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是老板娘的亲爹黑白通吃，那身腱子肉一看就不好惹，给刘俊10万的胆子，他也不敢去撬大佬的小娇妻呀。我还没消化完这信息量，小助理又丢了个惊天炸弹，他凑近我耳边，听说她怀孕了，老板的老丈人真厉害，这大半年都在外地钻石开拓呢，就回来了一次，想不到就中了，真是老当益壮。我整个人都怒了，在听到这些之前，我都笃定这个就是小三。毕竟我见过刘俊在这个女人的微博疯狂点赞评论，发的表情亲亲抱抱，评论也有晚上见、周末见这些暗示性的词，难不成刘俊这次真铁头？我心思一转，对着美女侧脸拍了个照，发给刘俊，刚发出去，电话就来了。刘俊结结巴巴，你怎么有他照片？我试探一嘴，你说呢？我警告你呀，你敢动他，我真打死你。他又虚张声势继续道，离婚吧，平分就平分吧，老子不差你那几块钱，你铁定的癌症，不然我也想不出你这么爱钱的原因了。我冷哼道，刘俊，机会给过你了呀，现在你想离婚？除非你净身出户。咬咬牙，我再次试探，毕竟造谣的是你，出轨的也是你，平分财产没门。刘俊一嘴流利的国粹骂得很溜，真脏我耳朵。我听到婆婆和刘俊说，算了算了，给他吧，大局为重，咱们也不差这点钱了。这次刘俊大怒，隔着电话线我都感受到他的火药味，你他妈能不能别恶心人？芝麻西瓜也是你说，现在又来个大局为重，我就是听了你的话，平分你不要，现在别人要我净身出户了，他妈的。婆婆哭了，哎呀，你有没良心呀？白眼狼呢？我难不成还能害你呢？接下来我都没兴趣继续看他演的苦情戏了，挂掉电话，我预约了离婚的信息发给刘俊，同意净身出户就来，否则我去会会你女朋友。我其实也在赌，思来想去，我都差点说服自己是我搞错他的出轨对象了。谁料5分钟后我就收到他的短信，龇牙咧嘴的文字，生怕我反悔似的，好心虚，你真晦气，还影响我和我妈的感情。这钱当我提前给你买的棺材，你这黄面婆还是二手货，离了婚你就给老子滚远点。哇，这泼天的富贵好像真被我接着了。次日大清早我就出门，走了10来分钟，总感觉不对劲，好像有人跟踪我。我特意往小巷子里慢悠悠地走，倏地就冲出一个中年男子，持刀往我身上扑，还好保镖专业，对方还没靠近我身，就被他们3个制服在地上。重生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雇了保镖暗中保护我，毕竟经历过一事，我很难不去想刘俊和婆婆是为了吃绝户而置我于死地。果然一问，这人就是婆婆请来的人，她可真是把恶毒诠释的淋漓尽致。我把人交给一个保镖帮忙处理，再去了民政局。婆婆看到我后脸都白了，看着她眼里明晃晃的失望，我勾了勾唇，你怎么还搞迟到？婆婆很快又摆起脸谱，最好的时辰9点半，差点就被你耽误了。我儿子以后可是要娶黄花闺女的，你别想再害他一次。刘俊更是趾高气扬，你别想着反悔了，这回说好了，我什么都不要，和你用过的东西都会弃。我始终沉默，现在和他们在同一个空间，我都感觉后脊背发凉。拿到离婚证那一刻，总算尘埃落定，保镖处理的那个持刀男子也正好指认了婆婆，不知道是装的还是真的。婆婆被警察铐上手铐时，刘俊还一脸无措，警官是不是搞错了呀？我妈一等良民，抓他干什么？他死到临头还胡搞难产，指着我说，你们应该查查他，他和一个大仙合伙骗了我妈10万块。正当他双手抱胸用鼻孔看人时，又来了2个民警，把他铐上手铐。刘俊，你涉嫌卖淫和巨大数额盗窃罪，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刘俊反应过来，双手往上抬，差点挣脱民警的束缚。什么卖淫盗窃？你要不要这么离谱？我带把的，卖个屁！你警号多少？我要投诉你。我看刘俊的模样不像是装的，反倒一向炮仗鞭炮似的。婆婆突然没了声音，由于我提供了相关线索，也被警察请去协助调查。在昨天我已经把录音给了老板，并且告知他怀疑他丈母娘出轨我老公，也就是现在的前夫。鉴于老板娘恨死他继母了，况且现在还怀了崽，谁知道这是不是让老丈人戴绿帽了？他们肯定会去查，只是我没想到单凭微博那几个赞和我那条没指名道姓出轨对象的录音，老板和老板娘就真查出来了。更没想到老板娘让他变成出来卖的。
也怪狠的，难怪前世我被公司辞退后被全行业封杀，再也找不到工作，真是个不能惹的女人。再次来到警局，莫名让我记挂起，这次钱婆婆没机会准备柚子水了，这可怎么办？估计比她走了趟鬼门关还难受吧。警官给刘俊推了张照片，这人认识吧？就是老板的丈母娘，叫黎真真，认识呀，这是我女朋友呀，她家可有钱了，她要知道你们抓错人，一定把你起诉到底。我听得直皱眉头，承认他是我前夫都让我觉得丢脸。这时候老板和老板娘也来了，刘俊和钱婆婆看到我和他们相熟的对话就跳脚，我就知道是你这个臭婆娘。钱婆婆指着老板娘骂，你不要脸的吗？自己老公和属下都搞在一起了，还耐笑盈盈，你是给你老公找后宫吧？他激动的脸都红了，我套他话，我和老板的照片是你拍的吧？造谣我出轨也是你的主意喽？钱婆婆像个厉鬼般撑着桌子，是又怎么样？我还要用喇叭循环播放你们那些龌龊事，老板娘怎么能忍得了她？抬手就扇了她一巴掌，这巴掌是你毁我老公清白的。大家还没反应过来，他又啪一个巴掌，这巴掌是你儿子给我爸戴绿帽的。民警拦在前，阻止他第三巴掌，但老板娘只是掏出湿纸巾擦了擦手，嫌弃极说：“我告诉你们，没完！”看着钱婆婆的两边脸立马都肿起来，刘俊急得要上前拼命，警官挡着两拨人中间，刘俊，你涉嫌卖淫。并盗窃价值千万玛瑙，陈桂芳，你造谣，雇人持刀伤人未遂，正式拘捕你们。全场诡异的寂静片刻，刘俊最先慌了，他说话都不利索了，妈，你说句话呀，这他妈冤枉你和我呢。婆婆突然抬起头，好像下定了某种决心，泪眼汪汪扯着女警的衣袖。我平时连只鸡都不忍心杀，怎么会雇人去害人？何况我就一个残弱的老太婆，我对我前媳妇可好了，我什么都不知情的警官，都是我儿子教我做的。他说我不听话就要把我打死，这真是我没预料到的。刘俊更甚，我看他气得头发都冒烟了。陈桂芳，你连你儿子都演是吧？黎真真是你介绍给我的呀？原来老板的丈母娘好心给钱婆婆指路，她看她年轻漂亮，打扮得又像有钱人，就给刘俊拉了条线，两人勾搭上。钱婆婆才知道对方是黑道大佬的娇妻，知道是不能惹的人物，但奈何她舍不得对方身上的银子呀，于是将错就错，瞒着刘俊，还教唆她让对方怀孕。玛瑙也是婆婆指使刘俊用假的换真的，据为己有。但刘俊真不知道那只千万，虽然不是第一次见这对母子狗咬狗了，但这么精彩的还是第一次见。这场戏让我付费观看，我都乐意呀。除了看戏，没我什么事了。我临走时，钱婆婆还恶狠狠地威胁我：“许昕，你这个贱人，我就算是做鬼都不会放过你。你等着厄运缠身，出门被车撞，喝水被呛死吧。”我很想告诉他，你想死还没到时辰呢，只是在监狱可能会变得生不如死呢。鬼鬼神神有什么可怕的？最可怕的是人心。但我故意气他，你猜我是怎么预测到你那些肮脏的想法？你这么迷信，我说我死过一次，你肯定也信吧？我听着他在我背后崩溃的声音，好心情的离开了。再次得到他们的消息，反而是老板娘和我说的。那次后莫名其妙的，他就和我唠上嗑。刘俊居然在和钱婆婆转送监狱时，情绪激动的把钱婆婆捅死了。他本来坐5年牢能出来，现在犯故意杀人。老板娘说很有可能会被判死刑，真是世事难料，唏嘘不已呀。全文完结。